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今天我们聊聊超强台风摩羯的最新动态以及持续高温的成因。首先，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的台风情况。那西太平洋上现在有3个热带气旋系统同时活跃可以说是3台风共舞。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常见我们重点来看一下今年的11号台风摩羯摩羯呢是在9月1号晚上生成的，短短几天内呢就爆发式增强。今天就9月4号下午2点摩羯已经加强为强台风级。从卫星云图上看这个摩羯的环流还是很庞大的，而且这个螺旋云系也比较完整，台风眼呢是清晰可见，这就表明它已经成为一个结构完整、能量充沛的强大的台风系统。中央气象台预计摩羯呢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会继续增强。它在6号下午可能以强台风级或者超强台风级，在海南万宁到广东电白一带沿海登陆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可以高达48到55米每秒这就意味着摩羯可能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从历史数据上看如果摩羯按照预报的强度登陆它很可能成为近10年来影响或者登陆海南最强的台风。我们通过盘点1949年到2023年的气象数据发现登陆海南的台风中，强度排前5的分别是2014年的威马逊、1973年的 Maggie 和1955年的 Kate、1970年的 John 和2005年的达维。摩羯的预计强度是介于威马逊和达维之间，这充分就说明了它的破坏力看会有多强。那为什么摩羯能够这么迅速的发展增强呢？和几个因素有关首先是今年8月台风路径先度偏东，大家也都看到了，都上日本了是吧？南海上呢是没有台风生成，导致海上积攒的能量是非常多的，这就给摩羯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其次呢，摩羯它前进的方向上海温是比较高的另外就造成这个环境的垂直风切变小这就有利于台风维持这个暖心的结构。再一个呢，就是摩羯进入南海之后和这个西南季风紧密结合这就为它的发展呢提供了持续的能量来源。所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秋季台风往往是狠角色是很多的这是因为从春分开始太阳直射点呢从赤道向北回归线移动，它就加热了北半球的热带海洋，海水热量呢是不断的累积。那通常呢8月到9月海温达到最高高海温呢是有利于台风生成和能量增强的。同时呢8月底到9月初冷空气呢又开始活跃，就增加了气压的梯度所以台风中心附近的风速就加大，这有利于台风这个强度的增加。因此秋季出现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的概率更高。那么这个摩羯将给哪些地区带来强风暴雨呢？根据预报5号到7号将是台风的核心时段。我们看一下它的降雨情况可以看到红的偏黄的就是更大降雨的5号呢，海南岛广东南部沿海将出现大到暴雨。我们看一下这个持续的这个预报局部地区有大暴雨。6号海南岛、广东和广西南部沿海的雨势呢将明显增强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海南岛、广东、雷州半岛这个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7号呢，这个强降雨将会转移到广西的西南部、云南的东南部部分地区也会有暴雨或特大暴雨。所以除了强降雨摩羯呢制造大风的能力也是超强的。4月4号到8号就今天到8号，那么南海中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以及这个巴士海峡以及广西的西部沿海
海南岛啊，广西的沿海啊会有8到10级风，摩羯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啊会有11到15级的大风啊，阵风呢可以到16到17级，所以这种强度的风力啊，确实会对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啊。那么以摩羯的路径和强度来看呢，它确实和2005年的台风达维是有些相似的啊。当年呢，达维是以强台风级在海南万宁登陆的啊，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45米每秒啊，影响范围非常大，强度高，而且移动速度慢啊，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海南、广东、广西啊，特别是在海南岛，这个电力设施呢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啊，导致罕见的全省停电。而这次摩羯预计强度可能会超过达维啊，所以它的破坏力是不容小觑的。国际上啊，摩羯呢已经给菲律宾啊造成了严重的灾情啊，据报道呢，台风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引发了大范围的洪水和山体滑坡。菲律宾啊，这个首都马尼拉呀，以及周边的地区学校和政府机构呢，就不得不关闭，多地停电啊。那么海上交通和航班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所以这次灾情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工作。面对这么大的台风啊，我们该如何防范呢？首先呢，就是东南沿海居民啊，密切关注当地发布的最新台风消息，公众号、气象号一定要看，提前准备好食物、水电啊等等啊这些水电筒的应急物品。那么水上作业的船只啊，你要及时的回港避风啊。从报道来看啊，都已经回来了。那么台风来临的时候呢，那当然不要外出了，是吧？如果你在室外，那你赶紧找一个这个固定的建筑物，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下边等啊。特别是大树附近啊，不能在那儿避这个风雨，要尽快到安全地带、永久的固定的建筑物。另外呢，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地质灾害啊，山体滑坡啊、山洪啊、城乡积涝等等等等这些次生灾害。那西太平洋上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热带气旋系统，这个除了台风摩羯之外啊，还有2个值得注意的系统啊，这是摩羯。那么一个呢是热带低压 13W 啊，这是 13W， 可以看到13啊，目前位于日本以东的海域，强度还是比较弱，最大风速呢是15到20节，大概是28到37公里每小时。它中心的气压呢是999百帕，未来几天啊可能会加强，但是在中国的直接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影响日本啊，就可能往日本方向走，所以我们关注它吧。那么热带扰动 94W 在中间的这个看到了吗？热带扰动 94W 就是它。那么 94W 的话呢，现在呢也是位于菲律宾以东的海域目前还是热带扰动级别没有发展成热带气旋。位置呢是在北纬 20.4 度，东经138度，那最大风速也是15节，中心气压呢是1005百帕。它有可能在未来几天的继续发展这个影响中国，所以需要持续的观察它的动向。那么这么一个3系统共存的情况就反映了西太平洋上当前这个活跃的天气形势。虽然目前呢只有摩羯对我国沿海有影响，不过呢目前预报的这个时效还是比较远的，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保持关注。总的来说秋季台风仍然还是比较频繁的，会把夏天的补过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视线移到国内的其他地区，看看他们的天气情况一个呢就是华南那么虽然华南地区正面临台风威胁，但是大部分地区还是处于秋老虎的掌控之下这是晚上7天的温度我们看一下明天中午12点的温度预报，黑紫的是吧？红的发紫就表示特别热那么这个秋老虎出没可以说今后1周这个暴热猛老虎主要盘踞在四川盆地这一片直到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南部、华南北部一带，这些地区的秋老虎是最为强悍的。那高温天气不仅长达7天，而且呢强度强像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40到42度。不仅白天这个天气酷热难耐，而且夜间闷热也很突出，所以长江流域多地的最低气温都到27到30度
这重庆地区，即便在早晨，气温也基本在30度以上。我们这儿也是啊。再一个就是炙热小老虎啊，主要区域集中在黄淮啊和这个华南南部这些地方啊。相比持久而且强悍的这个猛老虎区啊，这黄淮地区处于副热带高压控制的边缘，高温呢不如长江流域稳定，可以说时有时无，但总体呢还是比较频繁的。而华南南部的这个小老虎啊，等到这个本周这个台风摩羯到来后啊，就会减弱。我们看一下到周一的时候，这个温度可以看到华南的温度变黄了，是吧？所以这个微热的纸老虎呢，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这些地方，新疆北部的盆地等等。新疆这块看到颜色也上来了啊，看一下白天的。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的南部、黄淮的东部、东南沿海以及西南地区的部分地方就是发红发黄的地方。未来一周呢，尽管白天的最高气温偶尔会攀升到30度以上但是不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个暑热这个威力就不大了，凉快了。除了这个之外北方大部分地区呢和西藏地区发绿的这些地区，看到了东北、内蒙一直到西北到西藏地区都是清凉无老虎多地的气温波动下降像西北地区大部、华北西部、北部、东北大部本周的最高气温最低点持续降到25度以下很爽。部分地区呢是不到20度，并且在无老虎的区域呢随着一场场秋雨的带来降温多地呢已经正式进入或者正在走向秋天。秋凉就代替了这个酷热为什么今年的秋老虎这么凶猛呢？根据数据看8月24号3伏天结束以来全国平均气温是历史同期最高，比常年偏高呢2.29度大概其中青海、云南、贵州还有浙江、甘肃、河南、重庆和四川、山东都是历史同期的最热。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还是说重庆为例，从8月7号以来呢，重庆的高温日数已经达到了25天，其中40度及以上的天数是15天。而常年也就是1991年到2020年，重庆在立秋开始到秋分结束这60天里边平均高温日数是 14.6 天。另外重庆呢还可能挑战当地9月份的气温最高纪录是 41.9 度所以这个是和副热带高压的异常偏强是有关的。我们看一下副热带高压的图这是500毫帕5500米高空的天气形势图今年的副热带高压是异常强盛，并且呢和大陆高压呢联手形成了庞大的这种暖性的高压带。在它的持续控制下南方的高温天气才会这么超长的营业。而且四川盆地这块呢因为地形原因长时间积聚的热量不易扩散，所以呢加剧了当地的高温天气发展，所以秋老虎就横行霸道了。所以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可能要到9月中旬副热带高压呢才会有所东退那么南方的高温天气会缓解，秋老虎呢就回去了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北方天气的情况刚才给大家介绍大概的北方天气情况了。未来几天内蒙古中西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河西、宁夏北部、陕西北部东北北部、华北北部和西藏北部以及东南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我看一下它的连续预报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四川盆地中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西南部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这些降水是由于冷空气它活动频繁造成的。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的中东部、辽宁东部将会有一定的降水。西北地区呢，新疆部分地区呢会有降水，所以青海、甘肃、宁夏出现大风降分降雨的这个天气。部分地区气温下降8到12度，局部地区降幅到14到18度。所以总的来说呢，中国大陆呢目前呈现了就是南热北凉
这么一个天气格局，南方是持续高温啊，北方呢降水降温，所以这种格局预计啊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9月中旬，副热带高压系统东退，南方高温呢才有望缓解，所以啊。还要密切关注这个台风摩羯对东南沿海的影响，所以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的天气情况啊，我们该怎么应对呢？那在南方生活的人啊，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啊，尽量多吃一些防秋燥的食物啊，少吃辛辣、寒凉的食物，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这样才能降服这个秋老虎，是吧？保护咱们这个健康。对于即将迎来台风的这个沿海居民，像海南的、广东的、广西的，一定要密切关注当地的发布的预警信息。当地的不完全听我的，做好防御准备。北方地区的朋友呢，还是要增加衣物，下降10几度会感冒的，要预防感冒。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回顾一下今天的几个这个关键点。一个呢就是台风摩羯呢正在迅速增强，可能成为今年以来的最强台风。华南地区呢是保持高度警惕。那么西太平洋上同时存在3个热带气旋系统，可以说是3台风共舞的局面。后续还需要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仍被秋老虎所笼罩，高温这种气候持续，部分地区呢甚至打破历史最高纪录，9月份了都北方地区呢是降水降温呈现出和南方的截然不同的这个天气情况。再一个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异常强盛是造成今年秋老虎这个强势的主要原因。那么9月中旬之后东退，副热带高压东退才会有所缓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我们目前主要关注的还是台风摩羯和持续高温这个台风天气的情况是很复杂的，相互影响的。那各种天气现象之间都存在这种关联性。比如说台风到来可能会打断部分地区的持续高温，带来降温和降水。另外呢，北方的冷空气活动也会对台风的路径产生影响，所以我们需要用全局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天气变化。另外就是这个极端天气刚才我们说极端天气，这个极端天气事件似乎看起来是越来越频繁了无论是重庆破纪录的高温，还是现在海南强度惊人的这个台风都在提醒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不仅仅是那些气象学家和科学家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该出门看看天气预报，想想如何应对天气变化那么当然了，我说到这儿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是一个天气爱好者的这么一个天气知识分享频道。虽然天气预报的技术还在不断进步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或者说相当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对台风路径的这个预测。所以大家要持续关注最新的当地的天气信息和预警，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计划和防护措施。好了，今天的天气预报和气象知识分享的就到这儿希望大家能够从里边呢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更好的应对复杂多变的这个天气。那无论是天气如何变化吧，只要我们保持警惕是吧，做好充分准备，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安全度过这个多变的夏秋之交。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